大家好，我是毛毛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红丝绒旋风带膏卷。听它的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非常酷的带膏卷，柔软的带膏卷配上诱人的旋风图案，红丝绒的香气浓郁，喜庆又不失高雅。去年发过的可可旋风带膏卷，有粉丝反映说旋风图案不明显和存在掉皮的问题，今天都会给出处理的小技巧哦。下面我们来分步骤学习一下它的制作过程。我一般用带壳60克左右的鸡蛋，冷藏或者常温鸡蛋都可以。需要用到的工具：大碗、小碗各一个，带抽、刮刀、面粉筛网、刮板、烤盘、油布，一个标花袋及红丝绒的面糊。我们来制作第一部分蛋黄糊，分离蛋白和蛋黄，蛋黄约18克，蛋白约37克。鸡蛋大小随时会变，但是不变的是我们衡量蛋黄糊浓稠的标准，后面会详细讲。注意蛋白的容器要无油，无水倒是关系不大，毕竟蛋白中一大部分都是水。小心一点，不要戳破蛋黄，如果混进了蛋白里，就会影响蛋白的打发。蛋白可以拿去冷冻，到周围有冰渣，越冷越难打发，反之打发出来了也就更加稳定。蛋黄中直接加入色拉油、牛奶，搅拌均匀。蛋黄是很好的乳化剂，它的作用下，牛奶、色拉油很快便会融合一体。把低筋面粉过筛进去，防止颗粒生成。用蛋抽抽打均匀，化缺也没有问题的。重点是要细腻顺滑，不细腻就意味着微小的面粉颗粒存在，一来会导致面糊消泡，二来烤完之后也会组织粗糙。因鸡蛋大小不同，每次去称蛋白、蛋黄克数也不实际，所以蛋黄糊可能会太稠太稀，可以加少许液体或者低粉来调节。一定要调节浓稠度。我们看一下蛋黄糊浓稠度，滴下去有痕迹，几秒又会消失那种就可以了。做好的蛋黄糊就放置室温，这时候可以去预热烤箱180摄氏度。取出冷冻或者冷藏的蛋白，有的话可以加入几滴柠檬汁，调整蛋白的酸碱度，增加稳定性。表面大泡泡，蛋白起泡的时候开始加入砂糖。砂糖量多可以分3次2次加入，少的话1次加入都没有问题的。打到泡沫看着细腻稠稠的，加入余下的砂糖，继续中速打发。打发的蛋白是带膏气孔的来源，打发的时候打蛋器固定一个位置，左手拽盆，有规律的打发动作可以让蛋白中包裹的空气更加均匀的过入。大约5分钟左右，表面纹路很明显，感觉到有阻力，拎起来大歪钩这种就可以调回低速，整理蛋白，去除大气泡。这一步很关键，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细腻蛋白的效果。检查蛋白的手法直接影响你的判断，不要纯粹的看硬分还是软分，参考视频中的状态。下面开始混合蛋黄糊和蛋白糊。之前做好的蛋黄糊恢复顺滑，先加入一点点蛋白，这个量大概就好，多点少点完全没有影响。目的是为了降低蛋黄糊的密度，使之与蛋白接近，两者更容易翻拌均匀。28式兜底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倒入余下蛋白中，不要画圈，避免消泡。这时候如果发现有看得见的泡泡在破裂，那就是消泡了。带膏面糊是非常稳定浓稠的。取出180克的面糊，称到蛋黄糊碗中，加入8克的红丝绒液，同样的方式翻拌均匀。也可以用4克的红曲粉来代替。倒入标花袋，一定要用标花袋来挤哦。原色的面糊倒入烤盘中，借助刮刀推向4个角落，刮板刮平整。稀疏的挤上红丝绒面糊，
目的是要分布均匀，不要一次性倒上去，那样就会混合灭糊，出不来旋风的图案了。刮摆刮平整，这里就是旋风纹路出来的关键点哦。手指要斜着插入，不要垂直，一定要触碰到油脂或者油布，只要掌握这2点，旋风纹路就会很好看。至于先画长边还是短边倒是无所谓的，一个方向画来回的 S， 然后调在90度，再画另外一个方向。画好纹路之后，记得一定要用刮摆刮平整表面，因为我们要正卷，需要表面光滑一些。入炉175度烘烤25分钟出炉，可以最后几分钟提高温度，将表皮烤干一些，防止掉皮，但是也会有可能把它烤裂。我的操作是一般出炉之后撕去四边的油脂，正面朝上放置几分钟，然后盖上油纸翻面。如果立马盖上油纸翻面，这样做其实会导致掉皮更加容易，因为出炉的蛋糕热气还没有散去，产生的水汽会让表皮贴在油纸或油布上的。目的是为了和蛋糕卷的弧度更好的贴合。油纸的一端卷上擀面杖，提起一端向下压一下，然后记得是平行的，不是往上提的方式，顺着往前卷就好。可以定型了再切，直接打开也没有问题。切去2端，对半切开。每次切旋风蛋糕卷都感觉在打开盲盒，每一刀都有惊喜。喜欢做它就是因为这一抹艳丽的红色，喜庆又不失高雅。柔软的蛋糕体拉开再卷起来也完全没有压力哦。很多朋友留言说蛋糕卷掉皮，其实可以这么做，我特意又考了一条。刚出炉的蛋糕卷表面立马贴上油纸，按压紧贴，用手压压，倒着放着，把表皮摘掉，这样正面的毛巾面就出来了，也非常好看的。边缘可以稍微戳一下。切面同样的赏心悦目，红色贵气。记得这么做的话，一定要趁热就盖上油纸。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重点：第一，蛋黄糊因为鸡蛋大小不同，会有细微的稠度差别，记得要加液体和粉类来调节。第二，旋风图案手指一定要倾斜插入，一定要接触到油纸或者油布，这样做出来的旋风图案才会好看。第三，出炉的蛋糕如果要正卷的话，晾凉一些，散去热气之后再盖油纸翻面。如果要做粘掉表皮的话，一定要趁热盖上油纸。我是毛毛，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旋风蛋糕卷。如果喜欢，给我个点赞、关注，支持鼓励一下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